大家好，今天呢这期视频我将会分享我对目前市场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我都是从市场上寻找的答案。有可能你会从其他的博主口中听到今年或者是明年加密货币将会起飞，但是原因是什么？你们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在这个新的牛市中了呢？或者有没有这个可能牛市已经结束了呢？币圈永远不会再回来了。那这一期视频呢，我已经做了你需要知道的所有研究。那这期视频呢，我将会为你解释6个原因，为什么加密货币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大牛市。而这些原因呢，我都是根据市场的实际的情况去分析给大家去做判断的。我将会更深入的带大家去了解这几件事情。那今天这一期视频，我们将会谈到美国监管数据、经济新闻，还有所有你应该知道的事情，我都会一一的分析给你们知道。首先，我会先分享6个牛市的原因，当然好的反面呢就是坏，所以我也会分享4个也有这个可能是熊市的原因，好让大家去做参考。好，那想要进入牛市的第一个指标就是熊市的底部已经到达。那加密货币熊市正式开始是在2021年的11月份，当时候比特币呢达到了$69,000的历史最高价。在2022年的过程中，比特币暴跌了77%，直接达到大约$15,500的最低价，是我们遇到最糟糕的加密货币熊市的周期之一，也是历史上最长的周期之一。那回到今天呢，就在这一点上，熊市正式开始已经接近了2年了。市场上有几位分析师认为比特币的底部可能已经达到了，原因是目前的熊市已经受到了一些已经计入价格的因素影响，除非有像我们不知道的另外一个黑天鹅事件，否则比特币大暴跌几千到$10,000的情况是不会再发生的。现在导致币圈熊市的主要因素是因为美联储为了抵制通货膨胀而一直在加息，这使得利率达到了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且目前最新的消息是美联储应该还会继续加息来抵制通胀。在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主要的加密货币公司倒闭，其中包括 3AC、Voyager、FTX、Genesis、Celsius 和 BlockFi。此外呢，我们还看到了许多流行的加密货币项目正在衰退，例如 UST 和 Terra Luna。那如果我们看回去过往的2018年，比特币的历史底部是在$3,000到$3,500左右。那19年的6月份是小牛，那我们把这个历史套入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有点像呢？那2023年的7月份或者是8月份，$31,000是比特币的小牛。接下来是不是有这一个可能，我们会再一次去测试$15,000的底部呢？之后将会是下一波的币圈大牛市了。好，我们先来看第2个原因，加密货币可能反弹的原因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价格行为中获取的加密货币周期的历史数据。那加密货币提供商 MatrixBot 预测，到2024年的年底，比特币将会涨到$125,000。过去的6月份，当比特币在$31,000的时候，他们的系统触发了熊市的信号。随之，比特币呢在2022年年底跌到了$15,500。随后 MatrixBot 的研究团队还说到，他们的系统触发了熊市即将结束的信号。然后2023年的6月22日，比特币创下新的1年高点，这是2023年的第一次。他们的信号历史表明，熊市结束和新的加密货币牛市即将开始。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的数据2012年、2015年、2019年和2020年的先前信号都导致随后的几年比特币的价格的大幅上涨，所以这意味着从历史上讲，信号出发后的3个月，比特币应该会开始它的数月的牛市。如果我们根据历史重复的数据，那么加密货币牛市将从今年的9月底开始，然后年底比特币应该会达到$60,000，然后2024年到2025年将会是比特币的大牛市。
现在许多人对比特币的价格确实相对的冷淡，然而我周围的朋友很多也感到了绝望，特别是 all in 的朋友和买山寨币的朋友。过去的几个月，虽然从底部涨回去3万美元，很多山寨币也涨了不少，但是这2天比特币的大跌也把山寨币直接打入冷宫。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看一下所有的数据，我相信比特币在未来的几个月将会再一次出现我们想要的大牛市。好，我们继续第3点。那比特币 ETF 和机构进入加密货币的比率已经增加到了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内从未见过的程度。那 SEC 最终一定会接受来自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的现货比特币 ETF 的申请。那如果 SEC 批准了这一些申请中的任何一个 ETF， 我们一定会看到大笔资金进入加密市场，推动比特币的价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给你一个参考点，现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大约是 1.2 万亿美元，而 BlackRock 的资产价值大约是10万亿美元。所以这意味着，如果 BlackRock 决定全力进入加密货币市场，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可能会增长7到8倍。现在显然 BlackRock 不会是唯一购买10万亿的比特币的人，所以不仅仅是 BlackRock， 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机构，比如木头姐的 ARK Invest、Bitwise Asset Management、Wisdom Tree 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机构，他们都在排队等着美国 SEC 的批准。所以一旦我们有了新的资金进入这个领域，新的一轮也有可能是最后一轮的牛市即将诞生。所以作为散户的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一次机会。第4点，可能这是加密货币社区至今为止最好的头条新闻了。很多人呢其实已经没有在讨论它了，但是 XRP 的法庭胜利是对币圈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对于不知道的人来说呢，我在这里科普一下。那 SEC 和 Ripple Labs 之间已经持续了大约2年半的法律斗争了。那这个案件的法官呢，已经做出了有利于 Ripple 的裁决，并得出了结论 ：XRP 确实不是一种证券。那现在 XRP 的法律胜利，实际上证明了一件事情。首先，加密货币交易所现在已经获得了重新在所有的平台上上市 XRP 的信心。意思就是说，大多数的山寨币，包括 Matic、ADA、Solana 等等的，都有这个可能被判决不是证券，所以这是利好加密货币圈子的，包括比特币。那法律胜利有许多看涨的信号，首先就是市场的情绪和加密货币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信心一定会增强。因为投资者不仅仅可以将比特币视为唯一一种投资的选择，而是投资者可以投资其他的山寨币作为盈利的来源。除此以外，一旦胜诉，其他的加密货币公司可以继续创新，而不用再担心 SEC 对他们进行的监管反击，动不动就发一个几千万的罚款。现在我认为最好的是 Ripple Labs 呢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一旦胜利，很多加密货币公司就可以以 XRP 为例，跟着他们的流程走。那加密货币立法肯定是需要的，一旦有了这一些规矩，所有的欺诈案件将会大大的降低。一旦加密立法的清晰度越来越透明，这将会非常利好加密圈子。好，我们继续第5个原因。其实我最看好的是下一次比特币减半了。那我预计在2024年的第1季度或者是第2季度之间发生，也就是在明年的3月份到4月份之间。那从历史上来看啊，比特币的价格在比特币减半事件之后都会有一波的大涨。而在我们看到的第一次减半之后，比特币的价格飙升超过9800%。2013年也是比特币第一次突破1000美元的历史最高价。那在第2次的减半事件呢，导致比特币价格跳涨超过3800%，将比特币的价格推到了大约2万美元。最后在第3次减半之后啊，比特币的价格涨到了现在的历史最高价的 6.9 万美元。现在
这些历史最高价通常是在每一次减半事件之后的1年左右出现的，因此我预计2024年呢将会再一次出现这种情况。那新的历史最高价预计将会在我认为的2025年的年中发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你会看到我整理的这一些图表，你会看到减半之后所发生的价格变动。红色箭头指向下方是减半发生的时候，黄色箭头指向上方是减半之后的1年。对于每一个黄色箭头，你可以看到接下来的几个月有明显的涨幅，也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一些历史新高。那虽然说在过去的比特币价格在减半前都会有最少的3倍涨幅，今年确实是没有，但比特币在今年短短的5到6个月内也是有从1.5万美元涨到了3.1万美元，至少也有1倍的利润吧。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减半之后加密货币将会迎来大牛市，一定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超级大牛市。好，最后一点呢也是算蛮重要的，那比特币的网络速率一直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现在这些数据让我再一次相信加密货币牛市将会在今年的年底2024年发生，然后在2025年大爆发的原因。那除此以外啊，我想谈一下当前的市场情况。那我相信未来的这2年股市牛市还是会继续的，那我相信全球的经济也会变得更好。然而我最希望看到的呢，还是利率尽快的降下来。还有一点我认为将会影响股票和加密货币走势的事件，那就是2024年美国大选。那2024年11月5号，也就是星期二，这是我们可能会看到新的一位总统进入办公室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支持加密货币的新总统，或许未来加密公司将会得到商业的支持，或者是减税的政策。到时候呢，这将会是燃起加密货币圈子的导火线。那追踪我的朋友们，可能你会觉得我像那些 Moon Boys 一样，只是一路的喊涨，每一天都在喊大家买，甚至喊涨都不需要什么原因的。那放心，这个不是我会告诉你涨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接下来也会有熊市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我们可能还没有脱离熊市的困境的4个原因。那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经济状况。那经济在市场的情绪、投资者的感受和市场整体的表现方面都起着很大的作用。那现在通货膨胀一直是新冠疫情之后首个经济威胁，甚至一度达到了40年以来最高水平。那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呢，已经从去年的 9.18% 下降到了目前的 3%。那价格上涨的危害已经造成了。那许多美国人呢，现在正在努力的工作，为了就是要支付他们每一个月的账单和开销。那现在这不仅仅是在美国发生，这个情况已经遍布了全世界。有些国家还因为美国的加息而导致破产。那每一个国家现在都在应对创纪录的通货膨胀数字和日常物品的高价格。简单的来说，当人们为了支付生活必需品而感到痛苦的时候啊，人们是不可能会存钱，或者是投资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市场。再加上高利率带来的通货膨胀，除了人们还得支付比以前还更贵的生活物品，人们还得支付更贵的房贷，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所以你觉得人们还有钱去投资吗？基本上为了对抗过去几年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不得不将利率从原本的 0% 提高到了 5.25%。而且这一切发生呢，只是在短短的 1.5年里啊。那有分析家预计，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摆脱这个通货膨胀，所以年底可能还会再一次的加息。那众所周知，更高的利率，贷款的利息就会变得更加的贵。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投资房地产的，那么目前的你应该会感到非常的痛苦，是吧？因为你支付的利息肯定是比起前2年还来得高。打个比如，原本你现在只是需要付5000马币的，那可能现在你就得给6000到7000马币。这全是因为利率一直在上升，因为政府正在调高高利率。其实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政府想要导致我们不想去购买房地产，这也意味着人们不会花更多的钱，这就是政府故意想要做的事情。当我们不想把钱花在这些物品的时候，公司利润就会开始下降，
经济就会开始放缓，从那个时候通货膨胀就会下降，所以这个举动将会阻止股票和加密货币市场的增长。此外，更高的利率可能会导致固定收益投资，比如债券变得更加的有吸引力，所以人们可能会远离风险比较高的投资，比如股票啊和加密货币等等的。那投资者可能会更倾向于只是存钱，而不是将钱投入市场。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正是我们在过去的2个月里在加密货币发生的情况？那价格根本都没有大幅的变动。所以除了那一些上涨的利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需要提到的工具，也就是美联储用来对抗通货膨胀的工具，叫做量化紧缩。那量化紧缩本质上是美联储用来从市场中拿走钱的工具。当钱太多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开启这个工具，把当时候发生 COVID 疫情所印出来的钱给收回来。那大家必须记住，美国的量化紧缩是在去年6月份的，如果管理不当，它会直接弄死金融市场和压制股票和加密货币市场。那美国4大最大的银行倒闭的3家 Silicon Valley、First Republic 还有 Signature Bank 都发生在2023年。还有中国银行挤兑事件，中国房地产恒大、碧桂园也在经历倒闭。所以由于太过激进的利率上涨，大家都没有准备好，过度的杠杆化的企业都正在面临流动性的问题。所以大家觉得牛市会在短期内发生吗？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加密货币的监管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例如，加密货币应该是去中心化的，那隐私才是加密货币的主要卖点嘛。但是看起来，美国政府却不想让这一件事情发生。随之，新的加密货币立法，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实现了。这是因为政府想要监控我们所有的资金来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项目 WorldCoin， 他们正在他们的网站上声明，WorldCoin 的目标是建立对全球经济的普遍访问权，无论是国家或者是背景如何，它都被指定成为是全世界最大的人类身份和金融网络，让每一个人都有所有权，并为我们所有人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收益建立的一个地方。那大家应该都知道，想要注册 WorldCoin 的账户我们自己本身是必须去人脸扫描才可以使用这个系统的，所以我们的数据都被他们掌握了。那到底这是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呢？那让我知道你们对 WorldCoin 这样的区块链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那我在市场最后一个看跌的原因是，加密货币的领域依然存在被人们怀疑的态度。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许多不在这个领域的人都会认为加密货币是一种骗局。那现在在这个熊市的期间，有没有发现到质疑的声音变得更加的多了？大家可以尝试问一问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的父母，相信很多都是抱着质疑的声音。那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在这个领域，我们有很多骗子，很多 degens， 很多黑客试图要骗我们，想尽办法要欺骗我们的钱等等的。那我相信这种欺诈或者是偷窃，每一天都在加密货币圈子发生，甚至一些大佬级别的币圈大人物，比如 SBF、Do Kwon、Alex Mashinsky 或者是 Justin Sun。那如果你是新人，看到了这些新闻，你还想要进来比海还要深的市场吗？那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如果加密货币最终被接受了，那么在这个熊市的期间，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监管这些把币圈带坏的人。那我相信加密货币领域在未来会有自己的框架来监管他们。那如果比特币现货 ETF 的申请在未来的1年里得到了这个批准，机构对比特币的热情一定会上升的，而且比特币的价格到时候一定是直线上升。然而我还相信，随着加密货币的监管一旦取得了突破，想要把熊市吹走根本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举例来说， BlackRock 的 CEO Larry Fink， 他本身曾经是一度怀疑加密货币的存在的，他甚至还说到比特币只是洗钱的用途。但是现在你看到他们申请了一个现货比特币 ETF， 每一次有这种质疑加密圈子的人反过来投资了加密货币，加密圈子都会引来一波的牛市。
不管是2013年、2016年、2020年，都会有这种新的大人物的出现，把加密货币圈子给吹起来。相信我，下一波的牛市也不例外。所以各位，这只是我个人的整体看法。目前我在加密货币的圈子，我依然还是长期看涨的。我相信，一旦牛市回来，人们就会忘记之前所有的缺点，人们就会回到像之前一样的投资。到时候记得，当一位扫地或者是洗厕所的阿姨都在喊比特币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手上的加密货币给套现。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希望你给我一个赞。我是币圈大马哥，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见。